警告：本游戏含有部分血腥、人体器官以及关于精神疾病的描写。如果你曾对这些内容有过不良反应，还请斟酌观赏。Hello， 大家好，我是淡定玩恐游的 Mouse。你可曾想过，在精神病院，或者说更早的疯人院成立以前，那些患有精神疾病但又孤苦无依的人们，在那个思想保守的时代，都该何去何从呢？据说，在中世纪的德国地区，患有疯病的人会被集中到一艘船上，而这艘载满疯子的船会被称为渔人船，借着水流将他们放逐，流转于城镇之间。船上的疯人们虽然备受唾弃，但也还算得上自由且怡然自得，并且这样的文化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也多了一层浪漫的色彩，逐渐从疯人收容所的前身演变成承载着生不逢时的理想家的移动乌托邦。而今天的故事发生于80年代的一个东欧小国，随着一具女性的遗体被解剖，她生前的经历被用如诗的语句描绘出朦胧的一二，我们隐约可知她曾是位母亲，一位身心灵都干枯凋零的母亲。而至于她的孩子，我爱你，我爱你，她是这么说的。维德·欧斯曼从床上醒来，他似乎睡了很久，久到记不清睡着前的事情了。他依稀记得自己是一名中东裔移民，在环境局工作，而这里是一间精神病院。奇怪的是，明明储物柜里就有病号服，但维德身上却穿着上班时所穿的西装。我们探索四周，通过解谜，维德打开储物柜里的保险箱，里头有一张被从日记本里撕下来皱巴巴的一页，门已经开了，能走的人都走了。虽然他没有印象，但这的确是自己的笔记。维德打开房门走了出去，隔壁的房间上了锁，无法进入，但他冥冥之中感觉到这间房内住着的似乎是一个对他而言相当重要的人。303房门口有着大片血迹，以及被什么东西拖拽留下的污渍。进入房内，里面更是一片狼藉，倒塌的置物柜上有一页沾满油污的笔记，内容是原住户声嘶力竭又无助的辩驳。304房看起来不像是有人居住的痕迹，这点在305房可以得到佐证。原房主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从303房传出的惨叫，结合日记中的资讯以及收集而来的道具，打开保险箱与储物柜，获得撬棍，就能进入到305房被堵上的洗手间。洗手间里飘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一座诡异的雕像矗立在狭小的隔间中，闪着如贝母般的光泽。仔细一看，有什么东西嵌在里头。维德用小锤子轻轻敲破，是走廊的钥匙。而雕像内腐败的味道随着裂缝也更加明显了。来到中庭，维德见到了熟悉的人，青叶医生腹部被重创，在电梯旁奄奄一息。他警告维德，有什么东西正在一路向上跑，有许多人都被感染了。若是维德还想活下来，他最好赶紧逃跑。医生让维德去使用天台的无线电求救，告诉他们计划失败了。维德听得一头雾水，但青叶面对维德的提问却沉默了。他低下头，突然开始自言自语般的喃喃道：“我不该信任他的，他是一个疯子，一个自恋者，一个狂妄之徒，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十足的蠢货。他应该就在这里结束，就像我们所有人，就像我们会在这场暴风雨中和这艘巨船一起沉没，沉默的悄声无息。”说完，青叶医生闭上了眼睛。很显然，这间精神病院背后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黑幕，而维德作为目前精神病院唯一的幸存者，也只能听从青叶医生失去意识前的指示，前往天台使用无线电寻求救援。渔人船 Narrenschiff 这款游戏目前在 itch.io 上仅发行了第一个章节，但在这短短的2个小时中，却有着令人惊艳的戏剧张力。若是我在几个月前因缘际会下发现了作者的推特后，就一直非常期待它的发行，而它也的确给了我非凡的体验。这一期 Mouse 只会简单整理剧情，对解谜以及游戏中安排的各种场景以及文字的建构都不会有过多的琢磨，因为我希望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人们能够亲自去体验一番，感受作者绘制的各种游戏画面以及词藻的张力。相信我，只有亲身体验这款游戏，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当各种细节被堆叠，你逐渐意识到一些蛛丝马迹时，那种头皮发麻但又无处宣泄的压抑感。
接着最后在游戏回归主选单时，才得以长舒一口气，并开始兴奋期待后续的快感。游戏的恐怖程度并不算大，我觉得更多的是惊悚与压抑，并且我认为其中的解谜和一些操作，在不失有趣的前提下，也对角色的刻画十分高明。虽然 Mouse 玩过的游戏并不算多，但这真的是我在2023年最期待并喜爱的作品之一。游戏目前也有打算为翻译工程进行募资，有兴趣的朋友也请多多关注作者的资讯。如果看到这里你也对游戏产生了兴趣，请务必亲自下载来游玩，我保证这绝对是一款值得入坑、好好期待的游戏。到这里安利的部分我就先打住，而如果你已经玩通了游戏，想回头整理剧情，或是你本身对操作解谜比较苦手，但有好奇故事的发展，那就继续听我说吧。韦德听从青叶医生的指示，通过解谜进入了3楼的办公室，途中意外发现了隐藏的密室，里头诡异的日记内容、小鼠尸体以及办公室中那闪着银白光泽的异形雕像，都暗示着这间精神病院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韦德前往天台，通过无线电与外界联系，在等待救援的同时，他也深陷自己过往的幻象，关于他的童年以及他的母亲，这些在他脑海中破碎又模糊的记忆，随着他在精神病院的探索，也逐渐清晰了起来。透过韦德时不时出现的幻觉，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童年与母亲安娜·欧斯曼相依为命。然而，母亲的精神状况并不乐观，加上工作的劳累，她经常有恍神的问题，无法听清韦德所说的话。原来，韦德这个孩子的降临并非如他所愿。母亲的出身是西亚国家的一个富裕严谨的家庭，在16岁时的年少轻狂，他选择离家出走，在舅舅的协助下，来到这个东欧小国学习当代舞蹈。然而，他的梦想随着腹中的胎儿发育，以及舅舅的骤然离世，断了前程。那个引诱他的教授没有被过多交代，但连医生也认为安娜应该洁身自好。最终，他不得不离开舞蹈学校，并找了一份在肉联厂的工作糊口。安娜每天重复着千篇一律的作业，有时还要顶替请假缺席的同事。她疲惫不堪，双手沾满渗出的鲜血与死亡，那是无论再多的清水或耗费在厕所的时间都无法洗去的。对于韦德，或许是作为一名母亲的本能，但也可能是出于义务。我爱你，安娜对韦德这么说着。但这在1957年的某天，他疯了，做出了事后大家都选择遗忘的事情。那年，韦德约莫3、4岁。之后，安娜便被送往精神病院，并因病情不断的恶化。几年后，韦德选择替母亲签署了额叶切除手术的同意书，但随着手术失败，母亲也成了植物人，不久后死于器官衰竭。大量的回忆与面前的场景交融，然后又如潮水般褪去，露出尖锐的现实。韦德来到精神病院附属的博物馆，这里展出的是精神医学的发展史。70年代曾对外开放，但后因标本的保存问题而暂停。入口处矗立着一艘船的模型。此时，一段模糊的记忆涌现，但这回并不是关于母亲，而是一个男人。他正讲述着渔人船的传说，并表示自己十分向往那样的生活，那样即便被驱逐，但也无拘无束的生活。韦德感觉得到，那是个对他而言十分重要的人，一个也生活在这座屋檐下的人，好像就是住在隔壁302房的男人。他有种预感，要是他不在离开这里之前想起他忘却的一切，可能就会永远失去这些记忆。在博物馆中拾获的不知名学生遗留的笔记中，会得知关于这间博物馆的都市传说，一些关于此博物馆停止对外展出的内幕。据说这里部分的馆藏的持有者曾是一名军医，并且他还有收集标本的爱好。在他神秘的失踪后，警方在他遗留的住处发现了部分被塑化处理的人类标本，其中值钱的脏器以及牙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笔记中还提及，这里的某些展品在紫外灯的照射下会出现奇怪的记号，有人推测那些受害者的牙齿很可能就被藏在这些展品之中。韦德在博物馆的办公室中找到了紫外灯，有了它就能发现展品中有个隐藏的保险柜，通过解谜就能获得密码，里面是一组撬锁工具以及一包大麻。正当韦德想着都市传说说不定只是瘾君子的胡诌时，他却在草料中发现了一些牙齿。
获得工具后，就能打开另一间办公室，里头的景象可谓惨不忍睹。银白的雕像与人体密不可分，此时韦德才发现，这雕像的材质与人骨似乎十分接近。获得2楼东侧病房的钥匙，地上遗体旁的时钟让韦德想起自己房间内的时钟指针不知被谁卸掉了，而面前的指针上缠绕着某种类似金属的不明物质。结合一旁的收音机所播放过的录音，韦德推测这种附在指针上的物质似乎可以重现房间内曾发生过的事情。听上去有些玄幻，但现在的韦德有太多需要解开的谜团，那些过于生动的回忆，钙化成异形雕塑的遗体，精神病院隐藏的黑幕，302房的年轻男子，以及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韦德决定带着指针回到自己的房内，使用刚才获得的钥匙，韦德来到2楼的病房走廊。这里的每一扇门都上了锁，并且走廊似乎长得没有尽头，直到最后一间敞开的病房，门后通往的是另一段韦德的回忆，那是他母亲离世时的场景。据他所言，他对于母亲的死并没有实感，一直到看到母亲的遗像，遗像将他的面容永久的凝固，仿佛那个瞬间即是为此而生。他的凝视使韦德感到压抑。他在母亲的遗像旁安装了镜子，似乎唯有这样加入他，韦德才能驱赶内心的愧疚与悲伤。他回想起自己同意手术的那一刻，他作为生者承受着外界的眼光，而母亲作为死者超脱地凝视着眼前的一切，不带一丝愧疚，而他只能尽可能地逃离这刺骨的凝视。回忆戛然而止，韦德想起来了，想起了从那一刻开始永无止境的愧疚，而玩家此时似乎正扮演着他心中的声音，随着韦德恢复的记忆一并复苏，质问着他，那场他亲自签下的酿成悲剧的手术，究竟是被病痛所折磨的母亲需要的，还是自己为了逃避而需要的呢？不是的，他当时的状况真的很糟，药物也逐渐不起作用。韦德痛苦地转向玩家，提出了灵魂的质问：你是谁？是我母亲的鬼魂吗？但玩家也只能随着作者的文本回答道：不，我不是安娜·韦德，我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朋友，并随后表示接下来韦德还会需要自己的，而玩家将会陪他直到最后一刻。韦德继续在永无止境的走廊前进，最后进入一间开着房门的病房，里头有一个看上去十分坚固的梯子，通过梯子就可以顺利回到3楼。韦德回到自己的房间，将指针安在时钟上，随着指针飞速的倒转，愚人传的第1章也就此落幕。紧接着是下一章节的前导，似乎是在环境局工作的韦德手上司所托要影印一份文件，但他拿到了错误的权限卡。他发现一份奇怪的文件，内容记录了一起光怪陆离的询问记录，大意是一名女子孕期时曾在一处有着古老迷信的湖中沐浴，遇到了某种不知名的神灵，并被指定要怀上她的子嗣。随后女子发现自己腹中怀着的是一对双胞胎，但孩子出生后，他们的头似乎是连在了一起。后半段的文字模糊不清，无法阅读，这说是有人上班摸鱼写出的科幻小说也不为过。韦德这时才意识到，这张权限卡是自己早些时间在电梯中意外时获的失误，似乎他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了。韦德赶紧印好上司指定的文件，便匆匆离开了。随着门被甩上，游戏的视角也如监视器画面一般，定格在1986年9月21日下午4点21分。游戏到这里正式结束，我们目前对韦德·欧斯曼这个角色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知晓了他的过去以及与母亲之间的纠葛。而至于那个住在302房，对他而言十分重要的男人，还有这间精神病院的秘密，还得等到作者后续的更新才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游戏的附加内容中，作者也有提及，接下来的故事将会有与 LGBT 相关的内容，结合作者曾发布过的相关绘画，可以推测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韦德与302房男子之间的情感纠葛，或者是在看过这些内容的前提下迎来这款游戏的发布的。只能说我是相当的期待。如果你看到这里也跟我一样期盼游戏的后续的话，也不妨在作者提及的几个平台一起多多支持他。好啦，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有后续的更新 Mouse 也会考虑出相关的解说，如有错误与遗漏也欢迎在留言区讨论。谢谢你看到这里，我是淡定玩控油的 Mouse， 希望下次还能再见到你，拜拜。